我明明觉醒出了概念级职业河神，却被所有人嘲笑我废物。然而，当我喊出经典的那句“年轻的觉醒者，你掉的是这把惊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”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听说了吗？陆川觉醒了个 C 级的河神。不可能吧？陆川作为战神之后，怎么可能会觉醒这么垃圾的职业？而且斩天战神可是镇北军大统领，其立下的战功大到职位是能世袭罔替的。可如今陆川的职业是个废柴 C 级河神，想要继续世袭罔替，多半是悬了。职业的觉醒7分天注定，3分靠努力，只能说陆川的运气太差了。小统领好，我爹呢？1个小时前来了很多大人物，斩天战神正在参加重要会议。1个小时前，这不刚好是觉醒仪式结束吗？好家伙，这么着急的吗？估计是因为知道了我的职业在哪逼宫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不是面板上这个河神本命技能，我都以为自己要完了。什么会议比我觉醒的职业还重要？干脆别开了。小统领使部的会议室的都是大人物。对啊，你觉醒了河神职业，世袭罔替本来就不稳，要是再犯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觉醒仪式一结束就召开会议，除了聊我世袭罔替的事情，还能聊什么？儿子，我知道你很疑惑，不过这里人多不方便，跟我出去一趟，我有些话要跟你交代。好，儿子，你放心，世袭罔替的位置我一定会为你保下来。以我的能力，哪怕河神是 C 级职业，我也能将你培养成顶天立地的强者。老爹，我的河神职业可能跟你们知道的不太一样。随即，陆川施展出河神领域，一道道巨蟒般的水流涌现了，很快便形成了一条小河。河神职业最坑爹的地方，便是太过依赖河流，而你能自成河域，河神最大的限制便迎刃而解了。这才哪到哪？紧接着，陆川控制河神领域向陆军民的脚下扩散而去。还有增幅效果，不错不错。等等，你一个1级职业者，竟然给我一个9转的职业者带来30%的提升，这是妥妥的破线级技能呀！老爹，把你的斩天剑匣取出来，我还有一个半生技能，要试一试。好。老爹，借你的斩天剑不用。泡水。年轻的老爹哦，你掉的是这把金斩天剑，还是这把银斩天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斩天剑呢？金银斩天剑，儿子，这便是你的第2个半生技能吗？拿过来让我瞧瞧。你复制出来的银斩天剑，竟然是普通斩天剑属性的2倍，银斩天剑提升就如此之大了。那金斩天剑呢？竟然有3倍的增幅，妥妥的破线级的技能啊！2个破线级技能，我儿陆川有大地之资啊！我明明觉醒出了概念级职业河神，却被所有人嘲笑我废物。然而，当我喊出经典的那句“年轻的觉醒者，你掉的是这把惊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”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我儿陆川有大地之资啊！陆川还真是沉不住气，觉醒了垃圾职业，还敢如此飞扬跋扈。对，没错，镇北军大统领之位，绝不能让这样的人，尤其是一个河神来继承。卧槽，斩天战神这是要干啥？总不会是看我们不顺眼，想宰了我们吧？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心怀华夏，问心无愧，斩天战神就不会拿我们怎么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有些急事，让各位久等。怎么把陆川也给带上？如此重要的会议，让陆川这个当事人听着不合适吧？具体的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自己看。只见陆军民转捏剑，3把颜色各异的斩天剑便飞到了人族高层的面前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有3把斩天剑？你们仔细看，这3把斩天剑的颜色和材质有明显的区别。看来斩天战神心情变好的原因，跟这2把新的斩天剑有关。人族高层们迟疑片刻后，用手接触了一下金银斩天剑。银斩天剑的属性加成和装备效果，竟然是普通斩天剑的2倍。这把金斩天剑就更加厉害了，是普通斩天剑的3倍。难怪斩天战神能挥出如此恐怖的一剑，原来是因为得到了这个斩天战神。你的金银斩天剑从何而来？难不成是陆川？听到这话，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陆川的身上。这金银斩天剑确实是我儿送我的。陆川，你的金银斩天剑究竟从何而来？居然能打造出如此神剑，我这华夏第一铸剑师的名头得拱手让人喽！钟老，不用妄自菲薄，这金银斩天剑是我儿用半生技能复制出来的。什么？用半生技能复制出来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垃圾河神能复制装备，为何我从未听说过？这斩天战神为了让陆川世袭罔替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大哥，一群老古董看我一会怎么打你们的脸？儿子，好好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本事。好的，老爹。随即，陆川施展出河神领域，一条条巨蟒般的水流涌现而出，河水很快便淹没了在场所有人的膝盖。领域技能，竟然是领域技能！等等，我的全属性好像提升了30%，
我也是，全属性提升了30%。我们之中最低的也是7转职业者，而陆川一个1级的职业者，竟然让我们的全属性提升了30%，这不科学！破线级，这是传说中的破线级技能。不是，半生技能就是破线级，你管这叫 C 级职业？陆川，你的河神领域法力消耗大不大？法力消耗啊！你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，原来用技能是有法力消耗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那啥，中了。我想说我的技能没有法力消耗，你相信我？卧槽，无消耗的破线级技能，陆川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儿厉害吧？仅仅是1级就能这么牛14，等他日后成长起来了，成就必然在我之上。看着人族高层们目瞪口呆的样子，陆君临很是满意。这啥？斩天战神复制金银斩天剑的技能，能否让陆川给我们露一手，给我们开开眼？可以，不过我儿的第2个半生技能也是破线级的，所以我想让他复制华夏第1神剑。天子剑可是秦始皇的佩剑，斩天战神别忘了给陆川测试技能，没必要用镇国神器天子剑。有什么乱来不乱来的？万一成功了呢？钟老说的对，万一陆川真的复制出2把更强的天子剑呢？斩天战神，你有把握吗？夏老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冒这么大风险啊！儿子，你现在才1级，哪怕复制不出来也没关系，等你等级上来之后再复制也成。老爹，你就放宽心看我表演吧。随即陆川一脸慎重地将天子剑接过，然后随手丢入火中。年轻又可爱的老爹哦，你掉的是这把金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卧槽，金银天子剑真的被复制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3把天子剑再加上战天斩神的被动剑道圣体，可以带来900%的属性增幅。太恐怖了！有了这3把天子剑，我们或许可以做到一统人族，刻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，统一度量衡。不是，你们急什么？现在开战，就算一统了人族，我们的损失将会非常大。等我儿彻底成长起来，便可以碾压之势一统人族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华夏盛世。对，等陆川成长起来再议。儿子，你的河神传说能持续多久？法力消耗如何？也是无消耗，至于能维持多久，得用时间来验证才行。你小子真是个变态！我明明觉醒出了概念级职业河神，却被所有人嘲笑我废。然而，当我喊出经典的那句“年轻的觉醒者，你掉的是这把金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”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来。儿子，接下来我会安排人带你升级。若是寻常的辅助职业，哪怕有人带，升级速度也快不了多少。而你所掌握的技能都是破线级的，所以你的贡献都会非常高，能分到大量的经验。又得装一波。至于练级的地方，就在火影秘境吧。这个秘境妖兽的密度大，只要实力足够，能让你快速的把等级提升上去。好。等陆川来到秘境门口时，陆君临所安排的人马已经准备就绪，100位60级职业者已经整装待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1位80级狂战士。我操，毁秘境好像是40级的副本呀，为何会有100个60级的职业者这？快看，站在中间的是不是小统领？原来是小统领要升级，难怪能让夜郎军团的团长出手。小统领，等会进入血影秘境，你只需欣赏我们单方面的屠杀就行了。100位60级和1位80级带我升级，哪怕经验分成非常低，凭借着极高的刷怪效率，我的升级速度也会变得非常快。而若是在施展河神领域，嘿嘿，我这是要起飞了呀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多水！火影秘境作为火道副本，为何会有这么多水？这水不简单，我被泡了一回，全属性提升了30%。这是水的技能，竟然能给我们带来如此大的增益。这个增益效果名为河神领域，而小统领又是河神职业，难不成是小统领用出来的？随着火影暴雪在狂风乱炸下坍塌，刹那间，昂然如山的火影女王出现在了众人面前，然而却在60名玩家的狂轰乱炸下被控得动弹不得。火蚁王已阵亡，火影秘境通关成功，此次通关时间为49分54秒。卧槽！白熊军团的通关记录被打破了。白熊军团的通关记录可是刷了上100次才刷出来的，而夜郎军团带着小统领这个雷队，竟然打破了这个记录。我的通关记录竟然被打破了，李团长，你的通关记录已经被我夜郎军团破了，待小统领升级的事情就不必劳烦你了。小统领，你怎么21级了？我操！昨天觉醒仪式才结束，小统领就已经21级了。如此恐怖的升级速度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小统领的贡献极大。我就说夜郎军团怎么能打破我们的记录，原来是小统领的功劳。随着白熊军团的醒悟，被戳穿的楚州脸上瞬间染上了一抹红色。反正最有资格带小统领升级的，必然是我夜郎军团。我操！夜郎军团和白熊军团为了带小统领升级，已经开始争风吃醋了。
这是 C 级职业河神该有的待遇吗？寻常的 SS 级职业者恐怕都没有被军团长带飞的资格，而小统领却被2个军团长升职带。楚团长，你的脸皮未免也太厚了，竟然把小统领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搞得跟小统领加入了夜郎军团一样。小统领，我白熊军团杀火影秘境的速度绝对比夜郎军团快，选我准没错。别吵了，我一次跟一个军团，谁也不偏心。小统领说的对，一次跟一个军团，谁也不偏心。小统领，能否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本事？可以。50%的全属性增幅，难怪夜郎军团的人能破我的记录。狗日的，那楚州背靠小统领还装起来了。小统领的本事太大了，21级就能让100位60级的职业者全属性提升50%。有小统领的帮助，我白熊军团必然能将火影秘境的通关记录再创新高，远超夜郎军团。在白熊军团火已大量倒下。太快了，短短30分钟我们就打到第2阶段了。分双冲击。火蚁王已阵亡，火蚁秘境通关成功，此次通关时间为33分32秒。33分32秒通关火影秘境，这速度太夸张了。白熊军团团长肯定是出手了，不然不可能比我们快16分钟。算了，火影秘境的最快通关记录我不争了，就让给白熊军团吧。夜郎军团的人呢？不是说轮流带小统领吗？嘿，走了正好没人跟我争小统领了。终于30级了，4维属性全都来到260点，3个破线级技能也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。在河神领域的笼罩下，我和我的队友不仅能全属性提升70%，还能免疫50%的物理伤害。小统领的成长速度太快了，5次火影秘境就从1级升到了30级，只用了1个上午的时间。想当年我为了升到30级，辛苦了整整2年。太夸张了！昨天火影秘境的通关记录还是50分54秒，仅仅1个上午的时间就变成了20分27秒。难不成这20分27秒的通关记录是上百位80级的强者集体压制等级刷出来的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北熊军团能将通关记录刷到20分钟，跟小统领有关？我明明觉醒出了概念级职业河神，却被所有人嘲笑我废了。然而，当我喊出经典的那句“年轻的觉醒者”，你掉的是这把惊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我们的队伍只打到眼盲秘境21%就不行了。不是吧？你们是5个 S 级职业，竟然打到21%就打不下去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倒是说说你的通关进度是多少？比我们高，我直接吃。别误会，我只是感慨一下影猫秘境的通关难度而已。影猫秘境的推荐等级是1到5级，你们才刚觉醒职业，无法通关是正常的。话说小统领呢？觉醒仪式后就没见过他了。还叫小统领？陆川觉醒 C 级职业，估计已经直接躺平享受生活去了。可惜了，我还想借他抱上斩天战神的大腿呢。寻常跟觉醒河神职业可能会被放弃，但小统领不一样。没错，他可是斩天战神的儿子。据说夜郎军团和白熊军团都在帮小统领升级，这2个军团可都有5万人，60级职业者数不胜数啊！有这样的资源，恐怕是头猪都能飞上天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小统领等级低，职业也不行，可能发挥不出多大作用，估计比我们也快不了多少。小统领，你究竟能升到几级呢？雨冰不用想这么多了，你绝对是这一届升级速度最快的，哪怕小统领有夜郎军团和白熊军团带，也跟你比不了。说得对，凭借你的 SS 级元素法师，短1上午就将秘境攻略到了60%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必然能拿下高考状元。高考状元吗？之前那家伙一直压我一头，如今他觉醒 C 级职业，而我是 SS 级职业，这次一定可以摆脱万年老二的名号。你们下午可以去任务店把上午的收获卖掉，从而获得修炼资源，这样可以帮助你们更快的成长。大家快看，小统领往转职神殿走去了。不可能吧？才1个上午，怎么可能升到30级？卧槽，我也看到了，小统领这个时候走进转职神殿，究竟是图什么？没理由是要2转吧？小统领好，给我安排2转的觉醒仪式。2转的觉醒仪式，小统领2转得先升到30级才行。你昨天，卧槽，真的30级了！小统领在进行2转的觉醒仪式之前，您得完成转职任务才行，而且任务的难度是跟潜力挂钩的。你这一上午就30级，恐怕会非常难。无法。好的，那请您将手放到水晶球上。2转转职任务接取成功，请宿主在10分钟之内单人通关金刚熊秘境。金刚熊秘境？不是，那可是50级大型团队副本，10分钟内单人通关，难度未免也太大了。快看，小统领出来了！小统领，你是来考察还是来2转的？唐二，你真会开玩笑，哪有人觉醒第2天中午就去2转的？当然是为了考察的。呵呵，想知道答案，自己进去问吧。自己问，小统领是不好意思说嘛。走，我们去问问，天台小姐姐应该不会介意。
不用问了，小统领刚刚就是来2转的，已经顺利接取2转的转职任务了。什么？小统领接取2转的转职任务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爱信不信，反正小统领接取2转的转职任务这件事就是事实。怎么样？消息打探到了吗？小统领去转职神殿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说不准，按理来说，一个上午就升到30级，并且接取2转转职任务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可转职神殿的前台小姐姐的语气，就好像小统领真的接取了2转职任务一样。不是吧？你怕不是被转职神殿的前台耍了？哪怕是 SSS 级的觉醒者，也不可能一个上午就升到30级，更别说陆川一个 C 级的河神了。说的对，陆川一个 C 级河神，就算有白熊军团和夜郎军团的人带，能跟夏雨冰一个等级就不错了。这个还真不一定。斩天战神作为华夏最强者，说不定掌握着我们不为所知的大手段。唐二，你刚刚不是跟小统领见面了吗？有没有用探测术查看小统领的等级？我用过探测术，也不知是小统领等级太高，还是使用了屏蔽探测的装备，我的探测术失效了。唐优，你说陆川接取2转转职任务的可能性大不大？想那么多干嘛？纸包不住火的，等时间长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我明明觉醒出了概念级职业河神，却被所有人嘲笑我废。然而，当我喊出经典的那句“年轻的觉醒者，你掉的是这把惊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”这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。一个上午过去了，你们觉得小统领能升到多少级？我感觉也就能升到个20多级吧。我刚打听到，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，白熊军团就将副本记录刷到了20分27秒，比起之前快整整30分钟。由此可见，小统领必然会有巨大的提升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升到30级了。30级不是洒洒水吗？你看看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一个上午就升到30级，这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了。那啥，二位等下再父子情深。小统领，你升到30级，可有掌握什么新技能？原先的2个破线级技能提升如何？河神传说现在可同时复制5件物品，至于其他的，你们自己感受吧。随着陆川施展技能，很快河水便淹没所有人的双脚。全属性提升70%，一上午提升1倍有余。你小子开挂了吧？集槽56好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新技能元素化，能免疫50%的物理伤害，顺便带一点恢复能力。免疫50%的物理伤害，这比例太夸张了。这不会也是破线级技能吧？来，下牢打我一拳试试。好。钟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经过刚刚的测试，小统领的元素化也是破线级的技能。你们快看，元素化的恢复效果生效了！好恐怖的恢复力，短短2秒我就恢复如初了。这就是你说的1点。老爹，你等下再惊讶，把5雷天行符借我用用，我去做2转任务。转职任务哪用得着你自己动手？我这就安排人带你过。你以为我傻吗？能让人带我自己做？任务要求是单人10分钟之内通关金刚熊秘境。我去，这是什么鬼任务？不然你以为我借5雷天心符干啥？可5雷天心符虽然威力强劲，但却是消耗性装备，用完就报废了。是啊，而且5雷天心符，哪怕是底蕴最深厚的北境军区，也只有9枚啊。众人话音刚落，只见陆川却像哆啦 A 梦一样，掏出了一张5雷天心符，随手扔到了河水。帅气又美丽的粉丝哟，我掉的是这枚金5雷天心符，还是这枚银5雷天心符，还是这枚普通的5雷天心符呢？卧槽，河神传说还能这么用？这逼都让你装了是吧？小统领，你赶紧试试效果。若是连消耗型装备也能复制，10分钟打通金刚熊秘境，就不再是幻想了。好。小统领，你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将另外4枚5雷天心符给你拿来。多谢钟老。儿子，5雷天心符的危险性很高，一不小心就可能伤到自己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这个你拿去。我操！杨希，不愧是传说装备，不仅将我的属性提升了1倍，还有这套装效果，这要是配上河神传说无敌了呀！儿子加油！以你的能力，再加上5雷天心符，不出意外应该是能过的。放心，我定会凯旋归来。小子才30级就敢来我们的领地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兄弟们，你们都别动，这种菜鸡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傻大个，你知道什么叫反派死于话多吗？30级职业者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那是消耗型装备，而且威力如此大的消耗型装备必然非常的珍贵，想必他的身上也没有几件了。大家快上！于是13头金刚熊不在心底，一起向陆川奔杀而去。5雷天心符。这5雷天心符的攻击想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，得想办法将它们聚到一起。他的消耗型装备是群体攻击，大家快散开！哦呀，还挺聪明的嘛。不过是时候让你们接受一下9年义务教育的毒打了。河神领域，5雷天心符。
不是吧？就这？boss 级妖兽金刚熊王，看来将这头妖兽打死了，我就能通关金刚熊秘境了。五雷天心符，银五雷天心符1万伤害，金五雷天心符2万伤害，也就说得再复制19次才能将它拿掉。幸亏河神传说是无消耗技能。一个30级的人类竟然能让我用出这一招，你确实了不起！尖刺是假？不是吧？免疫50%的伤害，并且反弹10%的物理伤害。幸亏五雷天心符是元素伤害，不然就这反伤我早晚得嘎。紧接着，陆川化作人形的雷龙，一道又一道。随着一条条的雷龙飞出，金刚熊王的血条肉眼可见的下降了。凡人的蝼蚁为了杀死我，消耗这么多顶级装备值得吗？飞檐吐息！这样下去，迟早得嘎，得想办法刷新一下瞬移。淬影之靴是敏捷属性加的最多，影响瞬移能力的可能性。随后，陆川施展二分复制出了金银淬影之靴，装备上金淬影之靴后，套装的效果也随之刷新。不错不错，瞬移距离提升了，冷却时间更是变到了1分钟。我忽然间找到了什么不得了的 bug， 而且只有我能打。不是你换鞋子也就罢了，还一金一银的换着穿，这是在炫富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你是开了修改器了吗？为啥套装效果和消耗型装备能一直用？接下来的时间，在陆川无冷却的瞬移以及金银五雷天心符见状轰炸下，金刚熊王最终还是在崩溃中倒下。金刚熊王已阵亡，金刚熊秘境通关成功，此次通关时间为9分58秒。9分58秒，太极限了。10分钟过去了，萧统领竟然还没出来，难不成？别乌鸦嘴，萧统领的技能可都是破线级的。可萧统领是30级的辅助型职业啊，这可是推荐为50级的百人大型副本，这么久了，就算还活着，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呀。不行，我得找人族高层调取金刚熊秘境的直播录像才行。万一小统领真的死在金刚熊秘境，就完蛋了。快看金刚熊秘境的最快通关记录刷新了，最快通关记录9分58秒，记录保持者陆川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开挂了吧！一个连2转都没有的辅助职业是如何完成此等壮举的？儿子，好样的！你不愧是我的骄傲。那替换金银淬影之靴，不断刷新套装效果的打法，实属是惊艳到我了。爹，我可以去转职神殿转职了，你陪我去吧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展天战神好，小统领好。我儿子转职任务完成了，赶紧给他安排2战的觉醒仪式。这么快就完成2战的转职任务了？这才1个小时都不到呀！小统领，请跟我来。在他的引导下，陆川来到一处空旷安静的房间之中。就当陆川将手放在2转觉醒石上的时候，突然一股威胁，只因我觉醒成了 C 级河神，所有人都嘲笑我废了。当我反问中，难道银河不是河吗？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那难道是银河？我操！就连银河都在我的观想之中，而且在我的感知中，银河还不是最强的。定，恭喜宿主2转成功，获得奈何权柄。恭喜宿主河神领域升级成功，恭喜宿主河神传说升级成功，恭喜宿主掌握奈何权柄，领悟新技能，这就成功了。与此同时，转职神殿外，好恐怖的一下！据说只有潜力极大的职业者在觉醒职业和转职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下，到底是哪位大佬再次转职？唐六，你说会不会是小统领？小统领跟我们一样，都是昨天才觉醒职业的新人，1个上午的时间就升到30级，并且完成转职任务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和北境军区内能会和扯上关系的，似乎只有小统领一人。虽然不愿承认，但好像也只有这样能解释得通了。结合转职神殿前台的说辞和校花推测，难不成小统领真的完成2战了？我操，奈何异象被小统领收入体内了！小统领居然真的完成了2转，一个 C 级职业竟然能执掌传说中的奈何，这合理吗？我这万年老2的名号就去不掉了呗。儿子好样的，没有让我失望。走，我带你去那群老家伙面前装逼去。北京大会堂内，你们快看，转职神殿上空出现了一条血黄色的长河，难不成这是小统领的转职意向？难不成小统领在2转之后就能执掌传说中的奈何了？小统领和展天战士来了。哎呀，小统领你来了，累不累呀？你就别废话了。那啥，小统领刚刚的奈何异象是你造成的吧？这次2转可有提升？提升也不是很大，河神领域增幅达到了100%。至于河神传说，不再是量变，而是质变。老爹借天子剑一用。河神传说的到了质变，斩天战神，快将天子剑借给小统领。河神传说在质变之前，3把天子剑就能让我们全属性提升900%，质变之后提升的多么恐怖！来，儿子，接好了。河神领域。年轻的老爹哦，你掉的是这把金天子剑，还是这把银天子剑，还是这把普通的天子剑呢？斩天战神，快看看金银天子剑的效果如何？好，卧槽，银天子剑提升了3倍，金天子剑更是达到了4倍。
这就是小统领说的质变吗？3把天子剑的增幅的总和都达到1150%了。这个属性加成也太变态了，主要这是群体增幅啊！若是与倭寇和丑国大战时，我华夏将士突然全属性提升1150%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景象！还得是斩天斩神培养的好啊！哎，这都是我儿子的功劳，如果没有我儿子的技能，我算啥啊？非也非也，斩天战神，如果不是你的剑道圣体跟小统领和神传说的配合，也到不了这么变态的提升，不是吗？对，如果没有剑道圣体的存在，3把天子剑的全属性提升也有800%而已，也就800%。这句话你是怎么说得出口的？普通天子剑的100%加成就已经让其他国家眼红无比，更别说800%的全属性增幅。嗨，那啥，小统领，你在2转之后，你可是掌握了跟奈何相关的技能。我现在能将河神领域随意转换成奈何领域，并且身处奈何领域的敌人将额外受到20%的灵魂伤害。随后，陆川施展出奈何领域，清澈见底的河神领域逐渐变成血红色。奈何领域，我倒想试试这奈何领域的效果如何。中老，上次是你帮我测试小统领的元素化，这次就让我来帮你测试奈何领域吧。这奈何领域不简单啊！刚刚我想通过躲避的方式让额外伤害落空，可我明明躲开了，依旧承受了20%的额外伤害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新技能叫奈何传说，能让人随机遗忘一个技能。我并不知道在遗忘之后还能不能让其重新恢复记忆，最好用野外的妖兽来测试一下。小统领，稍等片刻，我这就抓一只野外妖兽过来。小统领，快试试你的奈何传说。银月阳的技能再精不在多，正好被我的奈何传说所克制。只见陆川手指一指，银月阳的技能月辉投影便从他的属性面板中消失了。人类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何我少了一个技能？可惜奈何传说的遗忘技能是随机的，如果能指定性的让对手遗忘关键技能，用处将会更大。知足吧，让人遗忘技能的大手段。要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谁中招谁懵逼。得试一下奈何传说能不能撤回，如果能撤回，嘿嘿，出门装逼的时候就又多了一项新技能。随后，陆川再次对银月阳施展奈何传说，银月阳所遗忘的技能从月辉投影变成了银月冲击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我刚将月辉投影想起来，结果最关键的银月冲击却忘了。懵逼了吧？懵逼就对了。这头银月阳不要杀了，先在大牢关一段时间，看下奈何传说能持续多久。儿子，你已经18岁了，作为北境小统领，还有着如此逆天的潜力，也到掌权的时候了。这是北境将军印，有了它，接下来你想抽调人手，直接用这枚将军印自行安排就行。有了这将军印，办事可就方便多了。见陆川如此淡定，陆君临更加欣慰了。有之坦然，不愧是我的好大儿。只因我觉醒成了 C 级河神，所有人都嘲笑我废了。当我反问住，难道银河不是河吗？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小统领好，幽人都到齐了，那便随我进兵械秘境吧。小统领多加小心，这些兵械的等级比起你高太多了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外。所有人听我号令，准备。稍等片刻，就在众人疑惑之时，河神领域迅速覆盖了所有人的双脚。我的全属性提升了100%，难不成小统领将天子剑带到兵械秘境来了？这增益效果名为河神领域，跟天子剑无关，这是小统领的技能。随后，兵雄军团在河神领域加成下，100只兵械还未接触到前排就全部阵亡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河神领域还在不断的外扩张，而兵械接触到的地方则迅速转化成奈何岭。这血黄色的河水是什么东西？好像还有鬼魂在其中沉浮，太诡异了。主要是兵械受到伤害时，还会附加20%的灵魂伤害。就在兵雄军团的人震撼不已时，一座高达300米的冰山拔地而起。快看，兵械王现身了！兄弟们，给我搞起来！今天有小统领在，必须得把通关记录刷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。只见兵雄军团士兵火力全开，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值不断在兵械王身上浮现，吓得兵械王连忙施展冰霜铠甲。又是这个恶心的技能，礼遇伤害，再加上降低攻击速度和施法速度，这叠 buff 操作确实是恶心。陆川果断施展奈何传说，只见兵械王的冰霜铠甲瞬间消失，技能面板中的冰霜铠甲也随之消散。哦哟，不错哦，第一发就让兵械王遗忘了如此关键的技能。我的技能怎么用的来着？等等，我为何想不起来了？吓死我了！这次刷新的兵械王不会是专门让我们破纪录的吧？见到兵械王的冰霜铠甲消失，白宇轩二话没说，施展出冰锥天降。又是这个恶心的技能，打他回血也就罢了，血满了还能提升30%的属性加成，不打死他还不能通关，真够啊！别急着动手，看我的！随后只见兵械王的技能不断变化，终于在第 N 次刷新中生死蜕变消失，兵械王也轰然倒地。兵械秘境通关成功，通关记录为40分34秒。
40分24秒，今早不还是2小时11分的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白团长，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吧？你觉得我40分24秒的记录是用 bug 刷出来的？小样 bug 有开挂箱吗？难不成不是吗？不利用 bug，你们怎么可能刷到40分24秒？有小统领在，我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？而且40分24秒，这就把你吓到了。白宇轩哈哈一笑，跟陆川再度进入了兵线秘境之中。小统领今年才18岁，昨天才完成觉醒仪式，怎么可能是小统领的功劳？团长，英雄军团有 bug 在手，我们还刷吗？来都来了，还是刷几次兵线秘境再走吧。